男人只是顺路带上女儿的同学，不曾想会因此将自己和前妻送进了监狱。半路布兰妮突然说尿急，非要现在下车解决，老马只好在路边等候，可等了20分钟都没人回来。顺着小路走到200米开外，发现女儿静呆坐在桥边，却不见同学布兰妮。他连忙将凯拉抱下来，追问布兰妮到底去了哪。凯拉眼神躲闪地望向桥下，只见布兰妮的钱包正躺在河边，大事不妙。老马连忙冲下河寻找布兰妮。他不仅没找到布兰妮，还把手机给泡坏了。他想让凯拉报警，但凯拉的手机落在了车上。老马一刻也不敢怠慢，冲回去找手机。凯拉却说了句：凯拉强调布兰妮是个大坏蛋，所以才将她推下去。老马不敢相信女儿会干出这种事，下意识地拉住她蹲下来，以免过往车辆看到他们。事后他找到前妻丽莎，想告诉她，却不知如何开口。前妻以为老马说服不了女儿去上芭蕾课，一边走一边吐槽，让你照顾半天都不行，凯拉就是这样被你宠坏的。两人就这样吵吵闹闹，直到送孩子回了家，老马也没说出真相。直至凯拉泡澡时，丽莎发现有一件新衣服被扯烂了。How did this happen? 1分钟后，丽莎神情凝重地走出浴室。老马提议请最好的律师来帮忙，但丽莎本来就是律师，而且以前还在重案组工作过，她很清楚这种事情不是请律师就能摆脱罪名的。想到这，他立即起身，说要去河边找回布兰妮，说不定她还没死。但老马说那里很高，摔下去估计就死了，就算没摔死也会淹死或者冷死。更离谱的是，老马相信凯拉是好孩子，一定是受到了刺激才那么干的。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帮她，可到底要怎么帮呢？丽莎也不清楚，只知道先烧掉那件烂衣服。凯拉像个没事人一样，睡得比谁都香，苦了丽莎整夜梦见布兰妮的尸体。早上她刚从桌上惊醒过来，凯拉就若无其事地走过来，问今天吃什么早餐。她昨天刚害死了同学，今天怎么能像没事发生一样？女儿的表现让她感到寒战。老马过来后，丽莎拉着他单独谈话。How could she act so normal? She's in shock. How do you expect her to act? 老马这种无条件相信孩子的表现，无疑是一种溺爱。而丽莎虽然嘴上严厉，但行动上总是做不到严格。从出事到现在，他们都没有责怪过孩子半句话，也难怪凯拉会这么无情、自私、任性。因为爸妈从未教过她是非对错。商议过后，两人一致决定，如果有人问起昨天干了什么，就说老马当天本来要送凯拉去上芭蕾课，但是中途凯拉哮喘发作，又没找到随身的吸入器，所以老马去找丽莎，然后一起把孩子送回家。不过丽莎始终没搞懂凯拉为什么推布兰妮下去，是因为昨天老爸说了布兰妮长得好看吗？凯拉是不是嫉妒她的美貌，又受不了爸爸称赞对方？老马对丽莎的看法很不耐烦，他坚信那是一场意外，坚信自己的孩子是天下间最单纯的。两人因此在后院吵了起来。这一幕被凯拉看见了，他气冲冲地冲到前院，一副好似要离家出走的样子。老马怕出事将他抱了回去，他就开始发疯尖叫。这种行为看似很迷惑，却是他拿捏父母的一种手段。他不许父母吵架，吵架他就发疯，这样就会将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。老马一时气得不知如何是好，气冲冲甩门离去，留下丽莎独自面对凯拉。没多久，布兰妮的父亲找上门，问布兰妮在不在这。这孩子之前试过2次离家出走，昨天还跟我吵了一架，我猜他应该是躲到同学家里了。丽莎解释说孩子不舒服，昨天没去上课，可能你闺女去了别的地方吧。布爸想了想也是，毕竟孩子不是第一次离家出走，但临走时他还是想跟凯拉聊聊。丽莎只好谎称他跟爸爸去看病了，可布爸还是想跟凯拉聊聊，他让丽莎记一记自己的号码，迟些他会打电话过来找凯拉。丽莎吓得双手抖个不停，根本打不了字。好在天气寒冷帮他做了掩护，不然真的会引起布爸怀疑。不久后，布爸打来电话，一开始丽莎不想接的，但布爸隔一会又打过来，没办法，他只好找凯拉帮忙。而凯拉此时正吃着零食，悠哉悠哉的看电视。丽莎轻声细语的求他给布爸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不知道布兰妮在哪。凯拉却一脸不屑的看着母亲，将电视音量调大以示抗议。You call him right now. No. 事后，丽莎将刚才的事告诉老马，老马认为在家里待着也不是办法，我们的孩子不会撒谎，万一他跟布爸碰面了怎么办？他提议丽莎带孩子去酒店待几天，然后将编造的故事跟孩子说清楚，等他平静一些后，再带他去跟布爸聊。丽莎认为这个方法可行，便立即将行李放到车上。殊不知此时布爸又回来追问凯拉回来了没，丽莎只好说他还在看医生。话音刚落，老马竟走了出来。You took Taylor to the doctor. So she's there now by herself? Running tests. So I'm gonna call you when she gets back. 刚说完，凯拉就走了出来，这下可瞒不住了。布爸也看出了这家人有问题，他想找凯拉问个明白。老马立即拦住布爸，结果被揍了一拳。
布爸说你们肯定有问题，我一定会报警的。老马回想起布兰妮脸上的伤，以及布爸说过他们刚吵过架，怀疑是不是布爸打了布兰妮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他们就有扭转局面的机会。丽莎以前跟布爸有过几次交流，她认为布爸不是那种人，也不想栽赃一个好父亲虐待孩子。可奈何他的女儿任性自私啊，为了给孩子洗脱罪名，他不得不选择按照老马的提议，找到了当警察的前同事，说女儿的同学布兰妮失踪了24小时，他家里人没有报失踪，但他父亲今早来过我家，他看起来不太正常。 Think that he abuses his daughter. 老马这边则负责安抚凯拉的情绪，希望不要影响到议会警察的问话。很快女警过来了解情况，凯拉按照老马编的那样，说自己昨天不舒服没去上学，因为丢了吸入器，爸爸先去找了妈妈，然后一起送自己回家。警察问凯拉，布兰妮是否跟他提起过家里的事，凯拉则说布爸的脾气很差，经常动手打他。老马躲在楼上偷听到了所有对话，他疑惑刚刚那段话自己没教过凯拉，难道布兰妮真的跟他说过这事儿吗？还是他的宝贝女儿撒谎了呢？晚上他跟凯拉确认布爸是否真的打过布兰妮，凯拉没有回应，这意味着他真的撒谎了。老马天塌了，天真可爱的女儿怎么会这样？凯拉还强调这是名师出高徒，你跟妈妈撒谎才是最厉害的。老马又气又失望，但还是没有责备凯拉。当凯拉求他留下来时，他居然还心软了。隔天清晨，外出找女儿的布爸刚回到家，就被2名警察逮住。但经过审问后得知，原来布爸脾气很好，且有向警方报过失踪，只不过孩子有前科才没被受理，要等到48小时后。而且警方还找到了一条可疑的线索，也正是这条线索导致整个故事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。由于丽莎要去上班，老马就将凯拉带回了自己家。看到爸爸的女友也在这，凯拉的脸立马拉了下来，因为除了妈妈以外，她不希望任何女人接近爸爸。就算她的好闺蜜布兰妮跟爸爸套近乎，她也会给脸色对方看，没准这就是她的杀人动机。女友在老马车上找到了布兰妮的钱包，还因此跟她大吵一架。老马将钱包拿了回来，但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手机。更糟糕的是，凯拉因为看不惯他女友，偷偷跑回了家。与此同时，警察找到丽莎，说查到布兰妮的手机信号最后消失在市中心。 Your husband lives downtown, right? My ex-husband. 凯拉步行回到家门口，恰好碰见布爸过来。布爸看起来很凶，但并无恶意，他只是觉得2个孩子在捉弄家长，认为凯拉一定知道布兰妮躲在哪。凯拉说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，接着便撒丫子跑回了家。布爸随后也有跟过来，但凯拉躲着没回应，最后布爸只好离开了这里。女警虽然查不到十分有力的线索，但她总感觉布兰妮这次不是离家出走。这个公交车站是布爸跟布兰妮约定的接送地点，但由于布爸食言错过了约定时间，布兰妮才会被老马顺路接走的。女警环顾四周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当她看到不远处湍急寒冷的河流时，似乎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想。隔天，警方找上门，询问老马是否知道孩子上学的路附近有一座桥叫霍普维尔桥，当天是否有跟凯拉在那停留过。老马按原来编造的那样，强调女儿生病了没找到呼吸器，然后怎样怎样。丽莎也在一旁帮忙打圆场，眼看2人不肯说实话，警察将话题引到凯拉和布兰妮的身上，他们关系好不好，有没有吵架。丽莎说他们是好朋友，当然也有闹矛盾的时候，但是最近没吵架。女警说我们在布兰妮邮箱里发现一个叫杰瑞的男孩，他曾经是你女儿的男朋友。几个星期前，凯拉还指责布兰妮挖墙脚，还写了一封恶意满满的邮件，威胁要杀掉布兰妮。2人一下子愣住了，但很快又强作镇定，自欺欺人地说不可能的，太荒唐了。女警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，问道那天早上凯拉是否去过霍普维尔桥或者那附近。女警从口袋掏出一袋证物，这是我们在那里找到的，是凯拉的吸入器，警犬科正在附近搜索，找到它只是时间的问题。丽莎见状也无话可说，唯一能做的挣扎是将警察赶出了家门。为了洗脱嫌疑，2人决定继续嫁祸到布爸身上。趁着夜色，老马潜入布爸家院子，将布兰妮的手机和皮包埋在里面。殊不知把风的丽莎被布爸逮住了。布爸知道这家人有问题，揪着丽莎不放，追问女儿的下落。老马见状一个飞扑，将布爸扑倒在水池，死死地将其摁在水里。要不是丽莎拼命阻止，布爸怕是会死在老马手里。I know you've been protecting her. I know she did it. 听闻这话，又轮到丽莎想干掉他，好在老马将他拉了回去。2人驱车逃离，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。突然，布爸从树林窜出来拦路，丽莎一上头一咬牙，油门一踩，直接撞了上去。此时布爸还有一口气，嘴里说着求求你们救救我。2人有那么一刻想报警，但一想到女儿，终究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。经历了这几天的事，他们总算圆了凯拉的心愿，又一次走到了一起。然而面对死气沉沉的父母，凯拉竟没有丝毫内疚，也不觉得连累了父母，反而为父母复合感到开心，贴心地为他们准备早餐。夫妻俩躲在车库清洗血迹，殊不知一个人突然走了进来。Caleb home?
Mrs. Marston, is everything okay? 夫妻俩既惊讶又绝望，毕竟昨晚杀了他爸，布兰妮也是个坑爹玩意儿。原来她跑去见男朋友了，而凯拉只是按她的要求撒谎而已。My dad now? Am I in trouble? 丽莎压住了怒火，让布兰妮先回家，转身用绝望的眼神看着老马。两人来到凯拉跟前，看着生气的父亲和绝望的母亲，凯拉意识到事情已经败露，连忙站起来解释：“我本来想告诉你们的，但是当我看到你们有商有量的画面，就像小的时候那样，我只是希望你们多相处相处。” Please, no, I'm sorry. Please don't leave me. Please don't leave me. 看着哭哭啼啼的女儿，夫妻俩又一次心软了。也许是觉得亏欠了孩子，也许是懊悔太宠溺孩子，也许是没有再教育的必要了。因为此时门外响起了警笛声，